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这个礼拜啊，相信大家都在台湾的朋友啊，大概就是非常的激烈度过哈。这我们等一下来讲一下关于地震的问题哈。那么一开始我们还是布达一下相关事项哈。第一个，我们甲辰年的补运法会已经开始报名了哈，在我们的资讯页下方啊，记得要去报名，因为这个月啊，我们的这个月的23号我们就要开始开办了，所以我们报名只要报名到20号，也就是下就2周的时间。那要记得哈，那什么人适合报补运呢？补运它没有分哈，这个它没有分特别的一个状态，也不用像我们安太岁一样，它是需要特别的生肖都可以去补运的哈。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啊，你这个16岁以下的哈，就不太需要了，因为16岁以下，你连高考都还不需要去考，连考大学都不需要，对不对？那就不用特别去补了哈，那快快乐乐、平平安安长大就可以了。啊，就是一般的最好就是25岁以上吧，我们的社会人士了。所以是说啊，这个有需要的给自己去补一下运，因为一年我们只能办2次，这不是老师只办2次，是最多为只能办2次，因为是一个是春季，还有一个是秋季啊，这个是传统科仪的大典，我们不能够一直办啊，这个一年只能够办2次啊，这个五方朝元这个补运法会一年只能办2次，我是不能够多办的啊，这个是规定啊，规定是这样，不是我个人的意愿啊，这是规定，好吗？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上周啊已经把我们的清明的回向法会啊给它办完了哈。那个法会啊真的是还蛮吃力的哈，因为这次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多了一些回向的对象，那有一些的往生者啊他是比较多的怨气啊，还有一些病业，这个需要多一点的精力去处理。说老师后面也没办完之后大概也虚脱了。但是还是我们尽量的把他劝一劝，然后该回向回向给他，因为他觉得他觉得当事人对不起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就只能尽一个书记官该做的事情吧，啊，我们就尽量给他办回去。所以说那个经啊，也老师这种比较有大障碍的那个经文，老师看不清楚。然后呢，像现在我有一点咳嗽，好，这个办这个科仪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啊，但是也是要做了。然后大家给老师的信任跟委托，老师还是要去做。那再就是说，我们师资班呢已经更新到第11集了啊，十一集第11集特别重要的一个是怎么讲格局，你八字怎么定格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奏。第二个怎么做用神啊，这个东西啊是千古之谜啊，很多人呢用到了一辈子还不知道八字怎么用神。那你说用是缺的地方呢，还是用强的地方呢？哦，老师已经把它公开出来了哈，你该怎么用就怎么用。我们的用神跟定格局的方法都是有数学逻辑的，按照老师这个公式啊，基本上你就很快可以断得出来。不用说，这应该着用什么东西啊，这个要用点什么东西，不用想。好，那个千古之谜的东西啊，这个有很多师傅已经帮我们踩完了。那我们当后辈的啊，那我们就只要怎么样套进去就可以了，公式套进去就出来结果了。好吗？那就是说下周二开始啊，哈，原则上下周二开始，上午的9点到11点啊，老师理论上会在抖音开始去中国那个地方哈，那老师开始做一个直播哦，开始做直播，那每一天直播2个小时，那当然那周末我再回来，那这个就是老师要把那个抖音直播啊，慢慢的做起来。那当然，抖音直播它能讲的内容跟我们每周日讲的直播大家会是不一样的，毕竟嘛，中国嘛，你说他第一个不能讲封建迷信，那我本质是封建迷信。那第二个呢，老师就是也不能讲政治，我今天就要讲政治啊，这都不能讲。那讲内容是什么呢？大概都是一些心理咨商的，或是一些可以跟老师连麦，连麦要付费哈，连麦要问老师一些人生上的一个事情啊，主要是以这个方面做尝试啊，好吗？还有下周啊，老师还会很忙哦，才会再更新我们的一个咨询方式。那过去啊，老师咨询方式都希望大家可以跟老师对谈，就说什么问题啊，你预约，然后呢，我们直接通话，然后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的，老师其实也反省过，这个老师这样子坚持啊不是很好，因为有些朋友啊，你的确是怎么样，你只想知道答案，但是你不想花时间跟我讲话。啊，这个没有对跟错，然后跟我讲话其实是比较难排到的，但是有些人只想知道答案，那么我老师就会安排一个新的预约方式啊，就是你想要直接拿文本，然后我只知道答案就可以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就可以了。那有事情我们在电子邮件回复啊，这个也可以啊。老师下周会更新很多东西啊，让大家能够使用方便。那最后一个要讲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说明页面里面啊，我们的这个国际大课堂啊，它会有做一个安卓使用的 APK，就是 APP 的。啊，你下载回去之后啊，你就直接点那个 APP 就打开，直接照了我们的那个快捷，直接连到我们的大课堂，来上课在那边上就可以了。好，那个 APP 也把它做好了。那这个 APP 啊，应该是后来考虑啊，我就不要上架到 Google Play 了，因为我们的大课堂毕竟不是公开的课程啊，那个算公开课程，但是老师就是没有是说我给没有来看过我节目的人去学，好，目前还没这个打算。但是你介绍别人来学是可以的，就是说
好了，我个人的想法而已。好，再说我不会上 Google Play 哈，那未来的那个 iOS 系统的话，那就一定会上那个苹果的那个 iStore。为什么？因为它的规定就是这样哦，苹果的是不能在它的应用市集里面以外的地方去下载他们的 IPK，就是他们的 APP 是不行的。所以大概是下礼拜老师做的事情会比较多。那这个好吧，我们就拭目以待，我们就速战速决。好。好，那这一周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正题哈。那这一周我们台湾大地震啊，大地震这个东西啊，老师讲起来就是一直真的是震的当天啊，老师当然一直本来想说开一个直播啊，给大家谈一下这个事情，后来就想想算了，为什么想想算了呢？因为我觉得算一算应该还会再震，所以现在讲完了哈，跟大家安慰完了，或是大家强化信心完了，然后过2天还是会震，那你还不得再直播一次吗？想想算了吧。反正我还有很多课程要写，哦，那就没有开直播。那果不其然，那基本上那天震完之后啊，后面几天都在震，好，那个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都是一直震，一直震到今天还在震哦。今天的台北，在我老师住新店，新店还感到2级地震，在下午晚上6点的时候，说老师那时候在准备今天直播的东西，就发现桌子在摇，它摇很快，几秒钟就没有了。那这个震会不会再持续下去呢？会。好吧，不好意思，老师跟各位讲一下答案哈，不卖弄关子哈，就是这个震没有震完，好吧，这个月还会再震啊，这个各位小心一点啊。但是地震啊是跟各位已经讲了半年了哈，都提醒半年了，这地震是不用害怕的哈，地震是真的是不用害怕的天灾。你要怕洪水，你要怕什么台风啊，你要怕各种的天灾，我们都必须要很担心这件事情。但是地震是完全不用害怕的，为什么？因为崩起的金大声就无啊。就没有了，好吧？那崩解几短一下就没有了，震一震人就下去就没有了。那老师在10楼，对不对？晃，我就看那个气缸架，摇摇完就算了，摇完就算，没有摇我还捡回一条命。事实上，我当天跟金老师讲说，我真的捡回一条命，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学校当志工去照顾小朋友，学校那个地方很好跑，因为他在1楼，然后直接往操场上跑就可以了。我10楼，你叫我躲哪里啊？躲桌子底下也不行，我那么大的身体，我还没塞进去就已经把我砸死了，所以我干脆坐在椅子上。所以说啊，这个地震还是会持续的哈。这个各位请不要掉以轻心，想说啊，我们释放完了，然后最近这几天呢、3、4天了，都是余震不断啊，好像说这个东西啊就是释放掉了啊。这个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了啊。各位如果有看金老师的周报，也会知道是说，其实本来周3还有以后都会有这个状况会产生，但是政府会不会这么大哦？这个理论上不会这么大，但是我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在外海。因为地震的位置啊，这个东西啊，其实连后天地重仪都没法知道的事情。我一个术士，一只德鲁伊怎么算得出来呢？算不出来地点在哪里。但是像现在老师可以听到的那个地震声音啊，是很强的。那天地震完之后啊，它是有减弱2天的时间，然后呢，到了昨天的地震声音又开始往上拉。所以说现在老师现在耳朵还是有很严重的耳鸣。那当然金老师他比较没有，因为他是大了之后他才有声音，他也听到了，他只是跟我讲一下，但是我平常我是没跟他讲。所以说各位还是要注意好防灾这件事情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地震这个灾难呢还是会持续，那什么时候真的可以震完，不用放心，不是可以放心呢？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这个目前的周期性的问题啊是比较严重的啊，这个不好说。总之各位还是一句话啊。前2个月跟各位讲，你不要这么急着去买不动产，不要这么急的去自产。这个然后老师这个买房子绝对不是一个好时机。但各位有没有稍微理解一下哈？这有可能这样的风险，老师就已经先跟各位讲了。那地震的事情，老师当然也先跟各位讲了。那你现在买了房子，那它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这个地震，这是一个问题。921到今年是25年，那25年前我就晃过一次了。现在很多小朋友是年轻朋友，是说那时候他还没出生，或出生他也没感觉，摇，他自己也没感觉，是没有错。30岁以下的人可能都没什么太大的感觉，30岁以上的朋友大概都已经都是非常的记忆犹新了，那个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但是这个状况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你这样子晃，你要去准备的这个房子啊，你做这个房子啊，它是不是屋龄25年以上的？你买有时候说啊，老师我买旧一点的啊，像这次的天王星，它也大概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的一个房子。所以说你买了房子，你告诉我你买个旧公寓哈，或什么样的有个家最好。那我是跟你讲，你不要去买。第一个，你买旧的啊，你住不了40年。比如说你40岁买的，你余命如果活到80岁，你那间房子可以住到40年吗？那如果你这房子已经有30年的屋龄，你买进去了，比如说台北市或台中市或高雄，很多都是这个30-40年的屋龄的，我们买个30年就好了。你一般的公寓，你的居住的期限，这个房子的可居住的能力，基本上你只有50年而已，50到55年而已，各位知道吗？钢筋水泥大概55年而已。然后砖房是45年，
那现在台北有很多的专房，你是已经超过这个居住的那个界限，你本来就应该要都更的事情。那么你现在买了房子哈，30年的房子，然后呢，你能住40年到70年吗？钢骨结构的可以住到70年，对不对？但是你25年前的房子有多少间是钢骨的？各位就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现在去买房子。第一个是人口衰退的很严重，我们不可能有人去接我们手上的房子，所以你只要有一间，最多有一间自住的，这就很了不起了。你现在假设你是20几岁的小年轻，你就不要想买房子这件事。不是说买房子对你说你买不起，还瞧不起你怎么样？你再有钱，你租新的房子，你租新的房子也比你买房子来的上算，这对你的人生绝对是一件好事情。那你说30、40岁了，那你怎么办呢？或40、50岁，我不该买房子吗？你该，但是你要想一下，你现在扛房贷，你能扛几年？说到最后，你是不是应该买到其他的区域，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你甚至可以全款买，因为你现在在台北或台中、高雄，甚至台南，这是嘉义，对不对？现在房价的往上飙，是不是？你买那个头款，就可能在那些另外一些比较偏的乡镇，你就已经可以买个全款的房子了。哦，那你把它打掉重盖，可能还没有买一间那些被炒作起来的房子那么贵，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啊，那老师跟各位讲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跟你讲的是巨细靡遗，因为我们第一个时间有限，第二个就是说它风险系数什么时候爆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发生。比如说讲地震这件事情好了，地震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这个老师跟各位讲的至少4到6个月的时间，半年的时间，我跟各位讲这个地震是一定会有，你要特别小心。所以说各位你一定要买火险跟地震险，火险是一定要叫你买的，地震险这个东西我讲了几次。我告诉各位，受灾户里面是有老师的贵客的哦，他有没有买？他只能说老师这个他有点问，他这边有点灾情，但是呢，后面事情老师一在忙，也没有特别去回他啊、他只是说，真的是听老师话很重要，对不对？你真的是在这样子的已经受灾户里面了，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去买这个地震险呢？地震险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掉你后来遭灾之后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地震险它的额度是有限的，它只能够保你不要继续被银行追债追得太离谱。懂老师的意思吗？921那一次，然后台湾有个叫做零差大郡的，好吧，零差大郡的，各位到现在有些最近才有人开始怎么样把他那个贷款给还完，懂我老师的意思吗？零差大郡的房子那个是那个是要还的，他已经不能住了，但是你还是得还，还是有人住在里面是没有错。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说这个是不是政府不帮忙？不是啊，不是政府不帮忙，而是在这个规定之下，他要怎么帮呢？那个是很难的事情。比如说你像美国那些大洪水，或是飓风来，房子卷跑了，谁赔？我告诉你，银行赔。懂老师的意思吗？那就是银行赔的。为什么？因为房子没了，哎，那个银行只能自己认栽。那个他们也有买保险，他们的保险也是强制的，所以基本上他们的风险是被 cover 掉了。所以说你还是一句话，像欧美国家这些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会产生 homeless，他们会产生流浪汉，他们会产生零元购，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有房子的人，基本上你不要去做太多的透支消费，那么房子的风险大部分是归于银行跟你的屋主是两方面去承担。但是在这些尤其是那个欧美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房子的风险是完全由屋主业主去承担的事情，这个是绝对不公平的事情。因为你今天银行你已经拿到了这个物业的权利了，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是说你还不赶快去说做一些强制，至少你卖一些保险，好，就是说你卖的地震险，把所有这个消费者或者这个贷款的这个人，他所有风险规避掉了，好，那哪番天灾的时候，至少大家都有获得第三方的补助，对不对？也没有，是不是？那你今天付不起了，那你今天和声贷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那你把房子收回去，那你干嘛还要去跟那个原来的业主去追偿，这也是不合理的事情。你可以学中国把它变老赖，但是你不能够在那一直让他去追偿，因为你放贷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到风险，这是你的风险差的一个问题。中国也是一样，你一追3代，对不对？你父死子常常赔不完，一直赔，对不对？老婆也要赔，小孩也要赔，这些都是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亚洲的金融的机制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完全不能说它是资本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它明明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对银行完全是资本型的保护，银行是稳赚不赔的。但是美国不是，美国是会赔的。所以比如说老师都说美国不好，没有，美国有它好的地方，那中国有它差的地方，台湾是两个东西都合在一起，差的很差，好的没多好。嘿，这个是现实。但我们的健保很好了啊，除了健保之外，其他东西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事情，尤其是我们大学，台湾的大学现在跌到百大以外，包含台大一样跌到百大以外了。所以说我们的文化连脑袋的智商都已经比不上人家了。
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扯远了，很多东西就是说，你先跟你讲的，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且你防止这个事情它会大衰退，它是在10年之内，好，一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结果，因为10年的时间，你的出生率衰退的问题会变成严重的社会性问题，无论这个国家中华民国存不存在，你的人口大衰退的问题，它是一定会浮现的，这100%去浮现的，不要想是说，我还是讲一个很难听的话。你不要想说两岸统一了，大陆人会来台湾买房子，那个是不要去想这个荒谬的事情。中国人他会去跑到香港去买房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珠海大桥，所以是说他在香港有房子，他在中国他只要从深圳坐车子过去就可以了。对，坐车过去他就到了，你知道吗？他去度假什么都方便。但是台湾不是，你今天如果假设了你在台北买房子，那么你也得你的班机也要能够到松山机场才行。你没到松山机场，你还得到桃园机场，然后再转那个捷运，然后再慢慢的去撸到台北，然后再从台北再转捷运再撸到你家去。那如果你住在什么比较偏一点的地方，你连捷运都到不了，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说你在台湾说你买房子，说等着大陆人来买这个事情，你是完完全全错误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的房子都卖不完，他们自己房子都卖不完，他们人口已经衰退，他们的房子即将被马云诅咒成白菜价了。然后你再告诉我是说你买的房子，它是一个你的资产，它可以让保护你一辈子，没有，你卖不掉的时候，那它就是你的负担。就像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就是这么来的。它泡沫经济有的时候是失落了10年，只有10年吗？只有10年吗？30年过去了，各位，30年过去，到现在日本打开局面了吗？日本已经打开，现在已经打开了负利率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它现在币值一直往下去贬，日本的结果殷殷在目，那你更不用说你是在韩国这个状况。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从这个地震我们就可以知道，不动产这个东西在台湾是极其脆弱的，尤其是我们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说什么，他进入大都更的时代，大都更的时代这个是好的政策，但是问题是，你就跟在上海市中心一样，比如说你在上海的一些小区古老的小区，什么峨眉小区啊，什么之类的什么金桥那边的这些老小区，它该不该都更，它该不该重建，该不该拆迁，问题是拆不起呀。这房价贵到一个小公寓，你可能才台湾平可能才20平，它价格可能是500多，这400-500万的人民币的价格，各位你知道吗？它在陆家嘴了，号称是陆家嘴了，但是它那个品质不到，说拆不起。那台北你要都更，你拆得起吗？你拆了再重盖，你在都更之后你去卖出来的房价，那个能相信吗？谁买谁套牢。不要说不可能啊！你都不懂房地产，你不懂台湾的曲线啊！哎，对不起，我懂历史，历史就是房价炒成这样，你一定会去套牢，你一定会出事情，而且地震这个问题你根本就没法规避。30年以上的房子，你告诉我，你防震系数能够达到多少？肯定不会达到7，这个很难的事情。台湾以前的建筑就没有想过，它会经历到921大地震这么强大的地震，而且是在陆地上的地震。这一次的地震好在外海。如果这次花莲的地震是出在花莲本土，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就在地狱上直播了，因为老师一定会下地狱嘛，对不对？你就说你这个人吃鸡腿就下地狱，因为你不是吃素的，你就下地狱。所以我在地狱开直播跟各位讲，说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一开始你就知道有长期的眼光去看，那么后面发生的时候，你才能够好整以暇去面对它。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个各位要先搞清楚这个亚洲的地产它是不能够再轻易投资的，因为没有这么多人出生了。但是印度可以，所以你去买印度的房子。为什么要讲印度？因为我们今天主题里面有印度，好吧？我们今天讲印度，地震还是会持续的，好吧？这个各位要注意到房子这些东西你不如买现金是最实在的，好吗？好，各位看各位有什么问题谢谢感谢大家美见法货，谢谢龟山岛跟吊哥推背图跟这两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龟山岛这个东西，它的龟首然后稍微的崩落一点了，这个事情其实影响性是没有这么大，毕竟它的岛的能量运集度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不能说它毫无影响了，简直说是没有关系了。影响程度比较低啦，好吧？那个影响程度真的是蛮低的，那个不用太在意的事情。那个尤其是它没办法去牵动到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国运个体的事情。各位要知道，我们这是两朝，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两朝。中华民国的本身的国运本来就已经走了，几乎已经到底了，所以说它掉不掉都到底了，它掉了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但是基本上是到底的意思，好吗？这个是不用太去担心的事情一定会该来的就是会来，那个谁挡不住了，好吗？然后这个我们喝口茶老师刚才继续下去今天讲的速度比较快一点，好吗？所以台湾还是要注意
再来就是说，我们在之前所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台海之间的问题啊，那个本来说4月啊，老师一直很多人跟老师要谈说4月上那个两岸之间要互设，就是说那个军事演习啊。那军事演习这件事情啊，其实老师一直没有去谈这件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他应该很难会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啊。果不其然，然后他现在的金门暂缓对海实弹射击，第一个是我们国家内部有一些灾情，第二个就是说啊，很多人认为说是海军孬了，或者我们国军孬了啊，不是这样哈，各位请不要把我们的国军想得太不堪啊，这个是因为这个雾啊，那个在这个时期的雾啊都是很大的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这老师以前呢、在那个马祖当兵的时候啊，你要返台休假，你就要看那个雾开不开，雾不开哈，对不起，船就不会开啊！不要以为说有什么 GPS 啊，那个没屁用，好不好？那个雾锁的就是锁的，然后不让你出海就是不让你出海，讲什么都一样，就是你就是出不了海。所以老师这个很长的时间，甚至3个月都没有休过假啊，最多只有倒休，但是基本上都没休过假。你就是锁在岛上啊，这个事情啊，它早晚会发生啊。这个大概我看在下个月就差不多了哈，因为4月到5月中的时间啊，这个海象本来就很差哦。那个你说，这个真的是最好的统一时间，大概就是夏季啊。这个是夏秋两季是最好的统一时间。你只要没有台风哦，那个视野都很好，哎，这打起来很快，不会拖太久。你只要抓15天的那个海象，你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战争结束了，好吧？好，这个是稍微讲一下也好，我们先不对这个问题继续讲了。那这一节最主要的问题是讲什么呢？讲我们的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现在在包含他们的国内啊，他们的以色列境内就产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潮，也包含了什么百姓啊要求纳坦雅胡要下台。这个以色列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比较危急的一点，哈，虽然我们下个礼拜会谈到这个流月总论里面会谈到一点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现在危急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于是说他的出兵的一个正当性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被攻击，这个是的确的，哈马斯攻击到以色列这个事情，我们绝对不能说哈马斯是对的啊，这个老师必须要讲，哈马斯绝对是错的。你们是打人家的，发射五千发的这个火箭弹干什么？那个是错的。但是一个以色列你是可以报复的，你是可以回去打回去的，因为你打我打你嘛，开什么玩笑？我跟你打开心了吗？没有这回事，好不好？当然就打回去。那你打回去的话，你可以打，那但是你打了已经超过了你本身的那个受灾的一个该回报的量，哪怕乘以10倍，哦，都已经超过了，好吗？这个是已经超过的事情。所以是说啊，现在包含连前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呢，川普啊，也就是特朗普啊，他都要呼吁以色列要结束战争，否则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不利。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其实美国的政界啊，很吃一个犹太人的啊，不能这样讲的话。啊，这样讲这个 JT 人好不好？我们讲 JT 人的这个资金的 J 民族的这个资金啊，所以是说啊，他们基本上你是一般的政客，尤其是越高级的，你收到的钱是越多的。那你收到钱越多，或受到他们的钳制越多啊，那基本上你就应该是替他们去讲话。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战争发展起来，哦，整个是西洋地区啊，包含美洲啊，包含亚洲大陆跟欧洲大陆啊。基本上都不敢对以色列做太多的批评，你只能说，哎，你这样不行了，哎，大哥，你这样不好。但是呢，实际上他们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轻微啊，非常非常的轻微。那动作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在于像中国或者是像中东这些国家，他们的一个怨气是比较大的。但是老师当时也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你今天发生了以色列战争啊，基本上你说中东他们是不是就这样沉默，或者是他们会报复？但当时老师跟各位讲过。对付战争这个事情啊，你不可能今天受到任何事情你就立刻就做出反应啊，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慎也。这个就像他们没念过《孙子兵法》，他们也知道战争对一个国家来讲啊，是一个你死我亡的一个事情，说轻易不敢起战端。纳坦雅胡是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影子政府，他就是世界的王啊，毕竟那个地方哈，就是他们的教育就是这样，他们世界的王。所以说他觉得他可以，你知道吗？他可以，所以他就一鼓作气把它做成，然后变成历史留名，成为一个什么他们那个圣地的一个伟人。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在中东地区，他们当时老师就说，你像俄罗斯一样，你必须要3个月、半年的时间去准备你的军援，包含你的粮草啊，你吃的东西，或是你后面要怎么应对，你回报之后，然后它后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制措施，那你会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压力，那你都能够承受了，你才会去做。说到现在这个时间也差不多3个月多了啊，3、4个月了，那该出来的也就出来了啊，该打的事情也要开始动手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后面要看下去哈，这个到底是以色列被压下去，还是中东开始反扑啊？这后者当然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说啊，这个川普呼吁啊要结束加沙战争啊，但是当时的以色列记者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听错了？哎，你这个共和党的人你怎么会讲这句话呢？就觉得很奇怪。而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哪里呢？这次以色列啊，它是攻击加沙救援组织哦，它那个叫做中央厨房的东西，什么叫什么？世界中央厨房的这个组织啊，怎么样？他杀死了7个国际职工，让全世界觉得是说，你去打你的仗也就算了，你打巴勒斯坦人也就算了，你怎么可以打到白皮肤的人呢？这是太可恶了，对不对？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是那些中东人吗？是不是？开什么玩笑？他们是那些小孩吗？是那些妇女吗？不是，那些人的命怎么跟白皮人的命去比呢？是不是？太可恶了！所以说，他这个7个国际职工啊，就激怒了全球，让拜登啊，他也不得不怎么样，不得不投了一个弃权票啊，就是说他制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有他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就变成他必须要表个态。但是表态归表态，他能不能停止卖武器给以色列？事实上，拜登还是没有停止去怎么样卖武器给以色列，他还是批准了，甚至要求尽快的把这个武器交付给以色列这件事情所发生。当然，以色列他也觉得说啊，没有打错了，那个打歪掉了，那个是我一时不注意，我用 AI 的攻击系统啊，结果就造成了这个错误啊，瞄错了啊，打误了，打偏了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中国的耿爽就觉得很不服，为什么？因为南斯拉夫这个美国也说他炸错了。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个当时炸到这个地方，那个欧美国家也说他炸错了，对不对？这怎么可能会成功呢？说这没有办法了，说外国援助人员呢，他是命丧于以色列的空袭呀、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最大公因数，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包含了那个世界中央厨房的创办人，他也认为以军他这件事情不是打错，而且他是针对了这些你要去发放这些食物的啊，发放这些救援粮食的人的单位，你是逐车的去攻击，你根本就是瞄准好，然后呢，你就是专门打，让他们没有办法供应这些援助给当地的百姓，所以他要么你就被我炸死，要么你就被我饿死，你就2个选7个，你们异教徒是不能够活着的事情。世界上最可怕的战争，你不是种族战争，因为种族的灭绝呢是会有，还是最终的还是会有一个人性的光辉。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辛德勒的名单啊，这个事情，这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说，无论如何哈，在德军以前在屠杀那个这批人的时候，他们那个这些民族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有人去怎么样，尽量去收容，尽量去收容他们。因为为什么？你还是尽量可能减少一点损失，而不是每一个德国人都这么丧心病狂啊！这个历史上各位还是可以去找到很多很多的案例。但是这一次的以色列不是啊，这次以色列只要你会呼吸，你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宗教战争，任何的宗教战争打起来都是给你种族灭绝的。好，就比如说像那个缅甸对罗西亚人，这个也是属于是宗教战争的问题。所以说我对你本身就是有罪的，所以说我杀了你是应该的，因为你跟我的信仰不一样。好，这个是宗教战争，宗教战争就是让每一个刽子手他都有使命感。为什么？因为我是为我神而战，我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战，我是为了一个伟大崇高的理想而战。我化成那个神明的一个刀剑，然后来去宰掉那些异教徒，可恶的异教徒。因为为什么妇女也要宰呢？因为妇女会不断的生下异教徒，那小孩子怎么宰掉呢？因为他长大也会成为异教徒，懂吗？这个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然后你说世界重大历史里面，没有因为宗教战争而打的话，那大概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成吉思汗，他是为了打而打，不为什么，我就为了占领而占领，我就为了打仗而打仗，打爽的，你知道吗？成吉思汗是为了打爽而打的，就一打下去就停不下来了。发现怎么西方世界那么软，对不对？随便打随便有，开玩笑，那我的韩国可以扩大几倍啊？那既然可以打了，就一直打下去，说者别树不台啊，或者是那些后代子孙打下去根本势如破竹，打到连俄罗斯都觉得天哪，这个是怎样战争的机器呀、对不对？能够抵住的就只有俄罗斯的冰天雪地，还有印度的火炉攻击，然后这2个地方止住了元朝人的那个蒙古人，不叫元朝人，大蒙古国的铁骑攻击。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他是进入了宗教战争。宗教战争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去放松他自己手中的屠刀，就一定要不断收割这人命，好像在收割能量一样。好，这个其实人世间就是这样。好，宗教这个东西真的是两面刃。明明神明要你去慈悲嘛，神明要你去救助嘛，神明要你大爱嘛，但是哪一次不是神明他是用他假借神明的名义然后去屠杀别人？说这个事情实在是真的很令人很生气的事情。
对，所以说在以色列去炸了，包含了是说这次炸了伊朗的在驻叙利亚的使馆之后拜登立刻就批准了售以色列武器。为什么？因为你打了一个伊朗的驻叙利亚的使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很容易去发现一件事，就是以色列已经知道了，大家对他已经很不满，那他也会知道，我现在受到了压力，那已经不是说，过去我只是多杀几个人的压力了，这变成说大家都要全部人都面对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承受全世界的压力。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连美国都开始有点不挺他，英国也开始不挺他，那更别说法国或者是加拿大这些国家，他们就觉得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坐在这个地方，你把事情都闹大了，我们要怎么去收拾呢？这个是完全是不行的。加上你这巴勒斯坦后面有没有中东的一些富豪啊，有产油国他们的一些关系，还包含中国也在他们的背后，是不是有些影响力，或者俄罗斯在他们背后是不是提供了更多的帮助？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会把大家牵入到一个世界大战，说大家都不愿意去掺和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他就直接炸了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就很简单，你把伊朗拉进来，那么美国就会进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观察到，以色列他要把伊朗拉进来，因为伊朗是美国的世仇。那伊朗生气了，那美国就一定要赶快站起来，是说伊朗他如果真的有核弹，那么伊朗去反击的时候，那就不是像也门这样的攻击，也不是像那个什么胡塞组织一样那么打得那么轻。伊朗它是有核武器的状况，那么他有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是互相毁灭的状态，因为这个真正的穆斯林在打仗的时候绝对不会像在俄罗斯那次歌剧院里面，只是拿枪扫射这么简单，因为他们进去就是跟你玉石共愤，他就没有想要跑的啦，就没有想要走的事情了。我就在这边，我跟你一起去见上帝了，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宗教战争一样意思？宗教对立就是这样一回事。所以说，这是以色列炸了伊朗的驻叙利亚的使馆这个事情就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各国专家都认为伊朗本来就没有必要是说在这一次的那个巴勒斯坦的事情，加上他跟哈马斯也不是非常熟也是有点半敌对的状态，就是他们的教派不一样。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要去挺这个穆斯林兄弟这个东西人家拿了就是一个很小心的一个筹码，我都没有是一定要去介入嘛，反正其他人一起来关心这个事情，我们看怎么样来去看状况去发展。但是以色列你只要攻击了这个伊朗的使馆，那就问题就很大了。所以说战争有没有可能扩大，是在于是说伊朗他有没有继续要参战，或者他提供更多的帮助，或者他在用其他的理由去借这个他被以色列炸，然后去找美军的麻烦，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去打以色列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以色列地就这么小。对，而且它武器很精良，但是美国这么大，伊朗这么小，那它就像一根钉子，钉子碰钉子，那就很难打出一个结果来。但是钉子去刺一个巨大的一个野牛，那么野牛它皮就被刺穿。会懂老师意思吗？美国这么大伊朗这么小，小跟钉子一样，但是它这个钉子是可以戳穿这个美国的很多他们没办法防御到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变成让美国很紧张，就是说本来就是没事的事情，或者我们就要掩盖住，或者 cover 一下就过去的事情。随着伊朗它可能再进来那就很大的问题了。包含因为这个以色列炸了伊朗的驻叙利亚使馆，全球的石油价格也就大涨。全球石油大涨又造成了第二回事，就是什么？就造成通膨又会回来了。对，老师过去在去年的是说，那个在第一季在至少在2023年第一季你要解除通膨的问题那个是很困难的事情。那第一季已经过了，现在是第二季。那第二季呢，其实还是有点悬，所以说这个在年终之前会不会有这个改善的状况，这个还不一定。但是现在问题就在于，你现在原油的期货价格已经涨了已经涨了。比如是说呢，在纽约原油它涨了4.5%，然后涨了3.74美元，它涨了4.5%的原油价格。那么布兰特原油它也涨了4.79%，等于是说呢，它就涨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幅度。当然你去炒期货钱的人你就赚钱了，因为之前有到72嘛，72、75，那个时候进场的人大概都赚爆了，然后就赚爆了，爆炸，砰，崩解金短，现在赚很多。好，那这个时候你油价又涨，油价涨的时候，那你对全世界的经济又会雪上加霜。除了中国以外大概都雪上加霜，因为中国自己已经有伊朗原油，也有俄罗斯的天然气，还有阿拉伯世界跟他长期的合约，所以国际原油怎么涨，对中国来讲都这样吧。你想咋样就咋样吧，对不对？你咋样就咋样吧，至少他们自己的基础民生工业，他们的能量是能够维持住的。所以说，但你问题是欧美不是一样不一样因为就算美国它自己是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还是要经历到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那么只要伊朗那边减产，那么美国这就会增加，那很多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这个事情就很难去善了。
你当油价涨了4.7%或4.4%，那么你的物价就有可能因此涨5%的状况，这是有可能的一个状态，因为你的运输成本提高了，运输成本提高了，那么这个每个地方加1块，加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是消费者加你身上的时候，那就有可能加了5块。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说这个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它可以去解决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它到底被炸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是在4月1号是被炸的，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它被遭到空袭。所以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未来的发展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哦，这个我们后续要去好好去观察。所以说现在伊朗啊，它现在怎么样呢？它清除了所有的空中的民用机啊，就是说它现在可能要以无人机的方法来开始在进行了报复，然后进行了报复。那这个东西就有可能在这1个月里面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些波动，甚至在5月的时候也有可能造成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但是真的要发生啊，是还是比较倾向在4月了，因为5月它的一个流月状况是比较好的。哦，5月你有紫微星，你有龙德星，然后你又有文昌星，又有太阳星，那基本上你5月流月，阳历5月的流月，其实基本上是比较和平、比较看好的月份。那所以你要发生事情的话，大概就在4月，好吧？我们下礼拜3会更新，各位再看一下。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伊朗也警告美国，哦，你要远离以色列，哦，不要受到伤害。意思就是你只要靠近，我一定弄你。但事实上，美国不靠近，他还是会弄美国啦。这个都是题外话了，因为他要弄，他是一定会去弄的这件事情。那以色列他乱杀无辜的事情，还包含美国的前那个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啊，我们裴洛西老太太啊，之前来过台湾玩一下的那个老太太，他也讲，就说拜登你不要再给他卖武器了，你卖他再武器，你后面就很难收拾。加上那个什么特朗普也说，哦，你这个以色列赶快结束战争。那这2个地方的势力代表是说，共和党他得到一点消息，是不是说这个战争又要再升级呢？但是共和党也有议员说，哎呀，你这个干嘛想这么多呢？以色列你不是有核武吗？你直接把巴勒斯坦一个殉状元送给他，不就结了吗？还是有共和党人讲这句话，说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大家都把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当成一个世界博弈的重局。但是你这个重局一旦开展了，那么台海跟南海的问题，它一定不可能就这样子放置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各位你要知道，两面作战的事情，对于伤害最大的绝对不是中国，那绝对是欧美国家，因为他们现在面临到了原油的高通膨，然后经济的发展不好，然后你要两面作战，美国不可能让他自己的士兵去牺牲，他也不可能让自己的地位受损，他一定会把欧洲拉下水。所以这个事情，这受损的程度会让整个世界里面变成很大的一个变局，然后各位要去注意这日后的发展哈，各位日后的发展，好吧？那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房屋什么？我看看，房屋大量求职应该很错，先粉丝太明在偷偷出资，房子应该列的列的，那不该列的再震一震，大概也会列的更多了，好吧？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买房子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可能10年前的是对的，但是现在不是对的，因为10年前你是看现在这个10年，那你的趋势一定是对的，对不对？反正我平常只开5年嘛，所以我不用为10年前的事情负责。但是10年后，我敢跟你打包票，亚洲的房地产一定会整个大洗牌，哦，一定会大洗牌。到最后，你现在持有的人，我敢跟你讲，我有80%、70%到80%的把握，哦，不会低过70%。我70%到80%把握。你现在去买房子，你2024年买房子的，我敢说你会变成高位持有者，你卖掉你一定都是亏。因为你至少你亏头款，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不要说不可能。我在2018年、2019年就跟中国讲，你现在买房子你一定亏多少人？你把它卖掉之后，你亏了头款之后，你再亏几十万人民币，这是趋势，不是说老师很厉害，会算天象什么，这是趋势。你当然还是会算一点，但是你趋势你还是要懂，对不对？3分的天象，你7分的趋势嘛，趋势还是要懂一点的，好吗？太可怕了，好吧？我不要乱讲话，到时候人家就找我算这个就昏倒了。台湾今天在江西南昌出现了极端天气哈，那个不止哈，这个其实还不止。锁龙井江县的万寿宫锁龙井啊，那个宫的锁龙井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好吧？那个没有什么，一个宫庙那个影响不了太多的事情了，对不对？以前那个谁，那个天价的那个什么楼啊，在杭州西湖那个什么压白蛇传那个什么，突然忘了，对，有时候讲话真的有点 parking。压白蛇那个楼也塌了，白蛇喷出来嘛也没有啊，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不要去会以讹传讹，那就不对了啊。天运在走哈，我们要看的是地脉啊，不是看哪个神宫庙特别神啊，要看的是地脉，地脉跟天象它两边是呼应的啊。那你去看那些宫庙这些事情是有点道理，但是你要看的是地脉。比如说呢，台湾前2个月就有这些那些蜈蚣就窜出来，或者蚯蚓窜出来，这个东西其实就地脉，这叫做地脉，地脉你就可以观测到你肉眼可见的生物跟地脉的一个呼应。好吧，这个当时就可以已经知道的事情了，然后就可以呼应到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说宫庙谁谁谁怎么样，那个不用去想，地裂哦，生物异常，那个才是地脉的一个反馈，好吗？伊朗才必须打赢这场战，必须打这场战争才有未来发展哈。那个不至于啦，就是伊朗他现在已经站稳了，因为他核武器嘛，他站稳了。好，感谢秋赞助，好，感谢秋夏赞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啊。什么时候地震？这个月哈，这个月应该还会再震哈。这个月就震地震比较大一点。5月份的概率是比较低了啊，4月份的概率是比较高。所以这个月还是大家多皮绷紧一点吧，好吧，绷紧一点。我觉得绷紧一点好，就当我说了落空也好，但是你还是绷紧一点吧。你现在买地震险大概是不好出单的啦，我说真的啦，你现在买地震险可能财险公司不好出单的啦。那个因为刚地震完嘛，你现在很多单子一定涌进去。那保险公司他可能会去做一个风险评估了。我个人想了，保险公司是给你没发生的时候跟你对赌嘛，已经发生了眼前都有的事情了，像防疫险那些事情，对不对？眼前都有事情，他就弄，除非政治力介入了，不然的话，你现在去买那个地震险，我不晓得，你可以试看看了，因为我不是财险人员，我不敢跟你保证什么。但是呢，几个月前叫你去买地震险，你干嘛去了？对不对？我在讲你们很过分，有点过分，有点过分，好不好？总之呢，好吧，有朋友在留言跟老师讲是说，啊，你都讲1周总结，你不是预测未来，我预测了，但是你听了吗？你听了吗？你听了吗？好吧，那感谢 Jimmy， 感谢 Jimmy 哈，感谢 Jimmy 赞助哈，谢谢大家哈。好了，我们继续下去哈，不多说了。那这一次啊哈，我们要看到这一件事，就是叶伦他这次访问了中国。那访问中国怎么样呢？他也包含了习近平跟拜登，他也通话了105分钟。叶伦也跑来中国去访问。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沟通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中国要限制出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要继续购买美债，因为美债啊，其实前2个月它基本上有回购一些，但是现在要吐回去了，然后开始去抛美债。那这个事情啊，当然每个国家自己处理债务上的问题。叶伦当然也不断重申，美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一个资产之一。基本上老师是不反对这个说法啊，老师不反对这个说法。目前的确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一个资产之一，但是我没有说未来啊，未来我相信它不是很安全，所以说现在减持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个人来看看趋势的话，我会觉得现在减持美债的国家真的是非常有睿智的国家，除非你政治力像日本啊，你是不能够减持，就减持你得把它给我吐出来的东西，你得给我原地吸回去，趁热吸回去之外。你大概其他国家减持是一个比较睿智的方法，因为它是未来很不安全，但现在的确是最安全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你习拜会啊，现在他们在去年美中破冰之后啊，半年之后，现在整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大选要倒数了，那中国关系跟你地区性的稳定会有很大的危机。这也包含什么呢？包含的是说你这次发生的，比如说像川普，他也是说，你未来他上台之后啊，他要怎么样呢？他要喊全面加课税60%，对中国的东西增加60%，还要对墨西哥的那个中国厂啊，增加100%的关税。但是为什么呢？他的主张就是一样，就是说你有本事你把工厂设到我中国境内，你不能不把工厂设到放到美国境内。有本事你把工厂放到美国境内，你不要只放在墨西哥，对不对？墨西哥便宜，然后你再从墨西哥这个美墨边境那边进口，然后让美国的工人没有班可以上。所以说你要把你的车厂放在美国的境内，那当然这个大家可以讲，但是比亚迪不行，那些都不行。你一定要在美国境内投资他们的车厂，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投资特斯拉也好，投资什么都好。但是呢，你中国的汽车，你最好还是怎么样？你皮绷紧一点哈，你最好是不要卖到美国，也不要再有任何想要卖到美国的一些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其实是一个那个症状蛮严重的，那个心理症状蛮严重的。就是说中国的东西已经便宜了，然后它的车子也便宜了，但是呢，你们进口之后，你们买的也便宜了。那美国本身的车厂其实也不多了哈，它本身像底特律那个地方，该凋零的也都凋零了。然后呢，你再说不让中国的一个东西卖进去，那减低你百姓的负担，这样不好嘛？其实我也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而川普在上来的事情啊，其实全世界现在比较不担心了。在过去川普在台面上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说，川普这个东西到底他一再连任下去，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加的混乱，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再去掌握到更多的一些
原有的国际规律。所以说当时在3年4年前，2020年吧，我们在预测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老师就说过，拜登呢，他绝对不会放弃在那个川普的一个规定，而且他会加强这个川普他本身的关税力量，而且他会走什么？走更隐晦的方法，他会游说世界各国，然后来去对中国围堵。这个事情呢，各位可以去翻3年前的中美那个什么美国大选的专题，老师绝对是讲这些话，我那些东西都没有删啊，你有本事翻回去看我所说的事情，这几年拜登老先生有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啊？那没有按照了，只是说老师大概猜中了啊，运气好猜中了。就是他一定会继承川普的模式，然后用外交方法来威压中国。但是这个事情现在是比较难的事情啊，为什么呢？这件事情现在事情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发展，就是说，有人觉得是说中国你的产能过剩，你的产能过剩影响到了美国的一个经济。这产能过剩这个形容词是蛮有意思的，产能过剩代表是说中国的工商业界会蒙受到巨大的损失。这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因为你会蒙受到巨大的损失啊，因为你产太多了，对不对？比如东西越多，你价格越低，那么这个对你的工商企业的一个投资，是不是造成很不利的发展？因为我投资回来了，我没有出到我该有的利润，所以说我产能过度的时候，那么我贱卖出去，为了周转，我贱卖出去这些商品，那我的公司就要受到损失，我可能公司就经营不下去啊，就要倒掉了。那这个东西应该是中国本身的他们的商业部或是他们的一些内政专门管经济的人去烦恼这件事情。那怎么会是美国人去烦恼，就是说中国你产能过剩呢？对不对？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因为产能过剩就是亏本的表现。那中国商人为什么要求亏本呢？那不合理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求亏本呢？一定是说我做出来的，我一定卖得出去，或是我有把握可以卖出去，那会有一些可能库存的积压的可能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不至于过不下去吧？过不下去，那亏的也是中国的经济，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呢？那叶伦的意思就是说，你产能过剩，那你东西卖这么便宜，那么你让我国内的生产东西怎么办？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件事情，各位，我们这3个月我们都有谈到，我们3个月的直播内容都有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一直质疑是说，中国你现在这个生产的东西有问题，还有就是说，他们自己通膨很严重，因为他们做了 QT 之后，他们通货膨胀包含他们自己的一些薪资，还有他们的物价是节节高升的。但是你节节高升，你透过了涨薪水的方法，或是你去用任何的方法，好让你百姓可以维持到一定的经济水准，可以支付他们的 bill，支付他们的一个账单。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再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工业服务链，因为你请这些员工的成本就大增了。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在直播里面都有跟各位去谈这件事情。你的员工成本大增了，说台积电在美国的美积电，它也不会挣钱。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工程师只愿意工作8个小时，可是我们不一样，台湾至少可以工作12个小时起跳哦，那是起跳哦，不是说12个小时可以下班哦，10个小时能够下班，那赚你的福报。哎，你没做到16个小时，就是你不对的，好吗？所以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一样的钱，那当他们只能做8个小时，但是台湾人可以做到12个小时，那是不是他的利润就增加比别人多了40%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好，那美国的薪资是节节高升的，那么你中国你一直开你的产能，然后你也没受到什么太多的输入性通膨的影响，因为你的能源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因为它北有俄罗斯，然后南有你有那个西边你还有什么塔吉克，然后你还有伊朗，然后你还有中东，这些都是长期的合约。所以说，中国能源是没有必要涨得这么高，没必要涨那么高的时候，你输入性通膨或者你的物价通膨就可以受到比较好的控制范围之内。当然，除了北上广深除外，北上广深尤其是上海那个物价，我觉得真的是 ridiculous， 非常的荒谬的一个物价。到现在我还觉得一句有所太可怕了。我去上海可能活不过1个月就要饿死了。哦，开玩笑的啊。这个题外话，那重点就是说，你现在叶伦就反映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不是说中国你的东西是不是太便宜，会不会伤到你自己国家的经济，而是在于美国现在它面临到的是，它出产的商品是没有价格竞争力的，因为它的百姓的薪资太高。这我们之前讲过。当你一个百姓薪资太高，你觉得在那边你可以赚很多的汇差，比如说很多中国大陆的美吹，他就说去美国就可以圆梦，去美国你也只能去刷盘子，你也只能够送外卖，你也干不了什么事情，干出来的钱你可能在当地活都很痛苦的状态，因为你可能租一个公寓 apartment， 你可能就要1000多块的一个美金的价格，1000多块美金的价格，对不起，你一个月可能做2-3千，那么你活的状况你跟中国有什么两样呢？没有两样之外，你吃的还比较差一点，生活质量一定是下降的，除非你
在那边已经2、3代了，那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你是当地人了，你已经是 ABC 了，那个没有问题。你不是 ABC，你去都是找死的事情。所以你去那边看起来好像收入很高，但是你支出的也是高。但中国不一样，我支出已经不高了，当然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太多。中国的收入是没有增加太多的，而且他们还在进行到自我民族性通缩。什么叫民族性通缩呢？意思就是他没有太多的外力去介入，他们光自己的心情不好，我就不花钱了。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我心情不好，我就不花钱了，因为我觉得我套利的空间没有了。过去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最高处的原因是在于它有不动产的加持，所以是说我今天买这间房子，我放1年，我至少可以赚20%。一间房子1年赚20%，这个不是天方夜谭。在中国，在2010年开始，你买一间房子1年涨20%，那是稀松平常的事情，那连想都不用想。你只要是国小毕业，你有钱付完头款，那么隔年你再卖出去，你至少赚10%，因为你还要贷款要还嘛，对不对？但现在不是，所以说他们的套利空间没有这么高了。有钱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再通过这样方法去炒作，让他获取更多的利润。那没钱的人他也买不起现在的房价所以说他也不买了。所以有钱人不买，便宜那个没钱人也不买的时候，造成中国的房价就开始出现了第一个断供潮，第二个就是说你的销售数字非常不美丽。说很多人拥有很多的房子，但是现在都是通常被自己所压制，因为他们的利率是比较高的他们的房贷利率是比较高的，好像5%点多吧，5%、6%、5%、6%左右，他们的利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会被自己压死，加上你前面几年基本上都是还利息跟买保单一样，前面几年根本说不要说什么本金保存住了，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行为。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就有民族性通缩，就是我觉得我花不起了，那么我就不要花。我花不起，我就不花吧。我婚也不结了，孩子也不生了，对我书也不念了，可以吧？是不是？我全部都不要了，我都不要，我躺平就可以了。它就变成这样的氛围。那这样氛围之下，他们的民族性跟社会性的观念性通缩，而不是说他们被逼的必须要通缩，而不是他们利率调很高通缩。现在中国是我降低利率，拜托你们消费，跟拜托你们来借钱，可不可以？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口罩3年下到胆都没有了，加上你不动产已经开始断头了，那这个问题一定没有办法解决，你只能透过时间慢慢把它消化掉。不动产的烂尾，它只能透过时间消化掉，它是没有办法透过其他东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台湾以前已经经历过这件事情，是绝对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在万里那边有飞碟屋什么的，金山还是万里那边有飞碟屋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过去的拼命的去盖，一盖一栋比一栋还要豪华，是不是？盖到后面你豪华完了，那个3、5年之后人去楼空，没有人去住了。对不对？中国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就这个事情，你必须花20年的时间去消化你现在烂尾的问题，10年、20年的时间消化烂尾这个问题。中国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原因是因为他们有高铁，他们有交通建设，所以说他们这个阵痛期跟他们的消化期可能会快一点。到一定时间之后他们还是会恢复元气，然后继续让那个经济可以进入到高速成长，但是绝对不会是这几年的时间。所以他们自己已经有通缩，那么他们物价就会卡在这个地方，那么东西越卖越多，越卖越便宜。因为他们产能大开，那加上他们有预期，我要卖到东南亚去，我要卖到那个第三世界，我要卖到那些非洲去，还有包含了在欧洲那个地方也是有市场的。为什么？因为百姓他当然知道那个中国这是万恶的共产党，对不对？但是东西很便宜很香那我当然就会买他的东西说比亚迪在法国在欧洲也是卖的很好，为什么卖的很好？因为便宜就便宜你便宜有什么好说的？比如说雷军这一次的小米汽车，对不对？我都想买，但是我买不起。我想买，但我买不起。但是我觉得它很香因为它才20几万人民币的东西，而且基本上它已经比特斯拉还要顶规了。它这个非常非常很好的一个汽车有时候你没开3、5年怎么知道？前面该出问题的都已经在特斯拉上出完了，后面人都只要学特斯拉的缺点它后面就问题就少了，也包含了特斯拉它的一个汽车的公差问题很大，左边跟右边的缝也不太一样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电动车上面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就像讲一句很有趣的，台湾以前在20-30年前有玩那个电子鸡，各位不知道记得日本传过来的那个小电子鸡游戏，那个黑白的然后里面养那个小鸡。那个小鸡呢，在日本设定就是你把它养活了，它就活；你把它养死了，那个机器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办法附身。放到台湾来开玩笑，你无限复活术，不断的嗷了，也不断复活。对，这同学在那边按喂小鸡吃饭，然后喂小鸡是个清厕所，不然它会臭死。我去，你在家里也不扫地的，然后你把小鸡清厕所。所以说你会从别人的错误上面学到你自己正确的方法。说像日本发明的东西传到台湾来，台湾就把它 copy， 然后再仿制，然后再改良，再送出去一样。然后这个大陆也是一样。
这么多人到大陆去投资，他当然也会学会他们的长处，然后呢，用他自己的方法再演绎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模式。人类的科技就是叠床架屋，我抄你的，你抄我的，我学你的，你学我的，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往上去。难道西点军校不学孙子兵法吗？也学嘛，对不对？都学的，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中国东西便宜，便宜到是说美国它自己的通膨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还能够卖出去，卖出去你赚微薄的利润都可以，问题是现在卖出去基本上就是亏本了，因为你的人工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太高了。那其他的还有包含了中国的基建，他们也有很长足的经验。所以说现在美国他们自己做出了高铁啊，时速最高150英里，这件事情中国已经有10几万公里的高铁了，不10几万公里的那个铁路，还有4万多公里的高铁，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会差了很多的一个事情，好吗？所以现在很多事情还包含了艾斯摩尔，他也是开始在注意，是说你如果美国再去限制荷兰艾斯摩尔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艾斯摩尔他们很多的他的业务是不是要外移，还是要怎么样的状况哦？这些东西都变成荷兰政府他们必须要去考虑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哦，很多的公司他们也在想着说，比如说包含了什么荷兰研究所，他们有显示说，荷兰的跨国公司考虑在未来2年会把他们在荷兰的公司业务移到海外这是荷兰的研究显示的就说这原本在荷兰的一些企业然后因为你什么都限制到荷兰不能跟中国做生意，那么他们干脆就离开到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他可能就不需要遵守这些规定。所以很多事情这个现在的状况就是天色是比较偏向在中国这一个地方。为什么？就是还是一件事，他们能源自主，他们只要能够克服粮食的问题，那中国就可以是说在世界上会更加的强大。粮食其实是中国的硬伤了，不要说他们的公粮储存很多了，储存是归储存，人家战备粮，那你日常百姓你生活要不成问题，前提是你农业能够自给自足。问题是中国现在不行不行，因为现在农业最强大的国家，你还是英国跟美国但是他们的农业技术真的是像外星技术一样，产量之大。土地之肥沃，然后他们的一个农耕机具之先进。现在中国只能是在于无人机去撒农药或者无人机播种这个地方还可以去做，但是你要说到那个种植出来又大又肥又好吃的东西这个还是英美他们是比较强大的。所以中国还有一段路要去学习，但是既然晶片都可以做了嘛，那其他问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好吗？好，看过什么问题哇，讲那么快了还没讲完，太可怕了。中国挖地的商品流程几个国家还是便宜，那个是这样没有错，那个是这样子的香港到深圳买东西是便宜那也是真的是这样，好吗？4月9日日全食会有灾难吗？日全食还好，那是在之后的问题。各位继续看，各位要去讲一个心态星象的发生它都不会当下就会有反应。各位就要理解这个老师是专业的，我对这个很专业，我可以讲这件事情。星象，我们在观星象的时候，当我们肉眼看到的时候，跟它实际对地球这个星球产生它反应的时候，它会有时间差的，它会有时间差。我们肉眼已经看到光的，已经到我们眼睛里面了，对不对？我们接收到这个东西了，但是它能量波不会跟着光一起过来。这个星星它们的光包含了无论是月亮或是太阳或任何地方的光，到地球都会有一个时间差，更不要说其他的星宿比如说昴宿星鬼宿星什么公羊星之类等等的，他们发出的光可能都是几百万年前了。我们眼睛现在收到，这可能是100万年前的事情了。那么我们收到之后，它的能量波再过来，你可能还得到半年、1年的时间。懂老师意思吗？说古人观星象那人家好像是说很神奇，没有他一看这东西会跟皇帝讲，近几年之中，至少或是明年你可能会有旱灾，那是明年的事，他不会跟你讲说皇帝你明天那个什么那个后宫要出问题了，没有，那是戏剧，《甄嬛传》戏剧。实际上7天间看到这个星象有问题我们排出来这个星盘有问题，24小时产生的偏差，那么我们就要跟皇帝讲是说，注意明年或后年会有旱涝的一些问题，或是地震的问题，或是百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革命者的问题，那么明军就想办法去杀掉那个可能会造反的人或者是让那些粮食开始稽查尽量就把它稳定住。但是能不能够确实的稳定住，那没办法的事情。比如说明朝出现小冰河时期，这个小冰河时期是就算你知道，你也没办法去处理，因为小冰河时期就是10几20年的事情。那你根本就没办法处理的事情，只能说会有这个状况产生。如果没有小冰河时期的话，那你那个满清你不要想入关你就在山海关外面吃吧那就没有问题了，好吗？榕什么量2025元1年15个真正那个对不起，我现在不知道，我也不认识我不能这样讲，好吗？好，
等我去知道那个谁吧，那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是谁啊，那个龙叔亮是谁，我说实在我不认识，好吧？不认识的时候我就不评论，好吧？他还活着我也不评论，这个是同行之间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好，这后面还一半没讲完，真是要求。好，那我们还是要岳老师今天准备的比较多哈，只有13页的一个资料哈。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呢，在所有东西里面呢，我们看亚洲整个经济里面有一个东西你是不能够小觑的。老师刚刚跟各位讲说，台湾啊、香港啊、日本啊、中国，你一些房地产的一些事情，或者能源上面的问题，或者世界局势会变化，但是有一个地方它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那个地方叫做印度。印度啊，现在有个问题就在于是说，他的强人政治是过于强了，因为莫迪啊，他基本上他走的是一个宗教领袖的一个地位，他其实基本上他就想透过宗教的力量来凝聚别人对他的信仰，他想当一个大祭司，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想成为身边代言人，他想成为大祭司，他想说，我只要有权利，我就特别去优惠这些印度教的人，然后印度教的人只要支持他，他就稳了，各位知道意思吗？所以是说，有专家就讲说，莫迪如果没办法继续连任，那么让这个权力产生的一些崩落，那么印度的股市可能会大跌25%。那这个是好事或坏事就不一定了。你像台湾的股市涨成这样，那肯定是坏事，好吧？台湾股市涨成这样，肯定就是坏事。那印度我就不知道，它股市我不清楚，不能讲。但是呢，我们看印度的一些资料啊，印度现在总人口有4.2亿人，它的总 GDP 达到了每一年3.73兆美元，它这世界前5大，这没有什么意外了。但是它人均 GDP 啊，人均的 GDP 就是我跟郭台铭除以2，好吧？它就是2610亿2610元美元哈，它这蛮低的。那老师为什么讲他是想把自己变大祭司、大宗教主呢？因为印度教在印度里面啊，占了79.8%的人口都是信仰印度教的，所以说那个恒河水啊，这个是非常的有能量，因为每个人都是吃喝拉撒在里面，拉的比较多，他都在里面。那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河水，不然弄得实在很恐怖，好吗？那但是呢，里面穆斯林就有14.2的百分比的人在印度啊，穆斯林，所以穆斯林现在被打压特别严重。为什么？因为你是第2大人口哦，你信仰其他宗教第2大人口，你就是异教徒。那异教徒的话，当然要想办法把你给怎么样打到你站不起来为止，这是最好的方法。就像明朝，他也有对那个什么。对那个蒙古上面那个朱棣 boy， 他对蒙古这个北伐那么多次，当然他除了需要把他打趴之外，最重要也是减低了这个蒙古的人口。那之前这更早以前的金朝也对蒙古进行了减丁的政策，就是那个完颜家族的人，他也是在那个草原上面去杀蒙古人，避免蒙古人他种族人多了强大起来推翻他。所以说印度也是一样，他去尽量是把穆斯林人口减少，把它变成什么？变成非公民，然后让你尽可能打压，因为你14.2%跟79.8%，你们是为1跟2之间的差距，让你继续长大，那我是不是我的空间就被压缩住了？所以说穆斯林是印度教的第一个敌人，那其他的包含基督教只有2.3%，你看这比例是不是差很多？锡克教1.7%，那除此之外剩下2%，那就是佛教啊什么东西尬作会啊，全部给你加在一起，才2%。所以他第一个敌人就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宗教，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凝聚性，第一个比较强。第二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老师跟各位讲的事情，就是他们男女比例啊，其实是蛮均衡的，就是51:48哦，他有小数点，老师就不特别说了。但是他65岁以上的人口只有7%，65岁以上的人口只有7%，但是他的文盲比例有25.6%，等于说里面4个人有1个人是文盲，我看不懂字。大学的教育以上的人口只有全印度人口的8.15%，等于说呢，他们不到1亿人是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甚至他们有大概至少有多少人？至少有3亿人啊，至少3亿人你是文盲。那他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国家，因为他65岁以上人口只有7%，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活不到65岁，好吧，这个也是事实。在印度，你要活到65岁，尤其是你不是一些婆罗门啊，你不是刹帝利的话，你要活到65岁，那个几率是比较高。而你是高种姓的，你生的就越少；你是低种姓的，你就生的越多。反正也没事干嘛，就做人吧，不然怎么办呢？多点人，多点工作量，你是不是还可以有翻身的机会呢？不会哈，你越多人越不会翻身，好不好？这个世界上，还是蛮现实的啦哈。生越多，你的资源越稀散，越分散，你越不可能翻身。那我就变成了是说，你上面抚养的人口少了，那基本上65岁以下的只要养活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他们的压力是比较少的啊，因为你活到65岁的人很少，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是说，你这个印度啊，它基本上你要衰弱的空间就比较低，因为你没有强大的社会福利的负担。日本有强大的社会福利负担，韩国有强大的社会福利负担。台湾也有强大，中华民国也有强大的社会福利负担。那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也有强大的这个什么中老年人口的社会负担，包含他们的退休金，要包含他们的医保，这些都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们才是真正的黑洞是在这里。很多人说你这个经费花这么多，没有，他们真的要花很多钱的地方是在他们社会福利、退休金。你一个大学毕业，然后大学老师退休，你一个月可能有4000块人民币的那个退休金，高的啦，我说比较高等值的，那你差一点的有1-2000块。对不对？你低保也有几百块，所以是说啊，很多状况之下，他们的社会福利的压力啊，是在于是说，你现在中国你很后面人不生了，但是你现在活着的人，你要去抚养以前老去的人，就像你是70后、80后的，这2代人要开始被抚养了，那这个事情就变成后面的很大的一个压力，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需要挑战的地方。而印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活不到老，你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它的活力程度是可以活比较久的，这个是。有点难听的，但是实际上它的确是这个样子。说现在印度啊，现在要推什么？他现在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的国民的素质可以提升，所以说他现在推动说啊，那女人也是闲着也是闲的嘛，因为印度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那不如让女人来驾驶无人机吧。这个东西就变成他们的觉得是他们世纪上的一个创新。说女人驾驶无人机，那女人也可以做点事儿，不然女人都是只会生孩子也没什么用。没有，是你让人家不要去工作的，不是人家不让你工作，是你不让人家工作的。但是同样的事情，现在老师刚才讲到了，中国早就有100-200万台、100多万台的这个农用的无人机，可以让你去耕耘啊，可以去撒农药啊，可以去除虫等等之类的，甚至他们也有引进一些怎么样去除害虫的那些无人机，可以在地面上行走的无人机去除害虫。那这个在英国也是有，就是用雷射去激光去杀那个害虫。那中国也是有这个技术，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技术，只是说那个专利权或者它有没有绕过的专利权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其他国家就觉得是说，你印度啊，现在是世界上一直保持年轻跟活力的国家。那当然，你就业率的问题，还有你的文盲的问题，这是可以解决的。你花个20年的时间，你至少可以把文盲降到10%。你真的有心降到10%以下，那是可以的那是可以的。所以说，现在国际投行都非常的高调的去看印度印度它是可以有机会再翻起来，但是它可能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等文盲率可以降低，然后他们老年率可以明显的增加，老年率明显的增加，代表他们的医疗的水准已经增加，也包含了他们的什么基础建设可能有改善，还有第二最重要是什么？明智，恒河水这个事情，这个印度教的事情，如果坚持恒河水这样的文化，那他们的这个那个活到老的概率就比较低一点了。所以很多事情啊，其实在我们的未来的发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变化，好吗？好，已经10:05了，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乌克兰的事情还没有讲，乌克兰的事情就不讲了吧？好吧，我们今天乌克兰的事情就不讲了，就不讲了，讲不完了，对不起，今天又是讲不完了，好吧，真的没办法了。20万不止这一价4.几是适合在高位接盘，叫他不要买，接盘就是命。现在在中国，你买房子当然就是要命。然后香港买房子也不是一个趋势，因为毕竟很多香港人他们的养老，他们是选择在那个广东或珠海或者深圳那个地方养老，因为再怎么样，深圳再贵也贵不过香港，你知道吗？然后他的生活习惯其实跟香港是蛮接近的。你说通勤上班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你居住环境跟水准，还有你的饮食文化，几乎都是一样。所以说，为什么中国大陆地区是把厦门跟福建当成接纳台湾人的第一大基地？因为我说真的啦，各位，你真的是说有办法去你没有出过国的，你真的是去厦门去走一圈，你去厦门走一圈，你会发现到你就怀疑我是不是有离开台湾的，你知道吗？因为周边人讲的方言是福建话。你就怀疑我们离开台湾了。我之前去厦门办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常常跟金老师讲，我说我到底是不是离开台湾了？我们觉得旁边还在讲闽南话、讲台语的样子。就是到福州也是一样到了福州也是一样。比如说老师当时在那边坐那个飞机的时候是什么机场，有点忘了，也是一样。那边的空气环境，你跟台湾没什么太大，台湾的乡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你就是文化，你是非常相近的。所以你说。就是香港的房价会不会就一直继续的往上去涨？那个其实共产党基本上是不允许的啦，因为他第二嘛就做海捕新政，第二嘛就让香港的人口尽量慢慢疏散到整个广东啊，或者是珠海、深圳的地方那个也是需要他们进去同化的，这都是必要的事情，好吗？龙叔亮那个日本人你说那个我做梦那个事情那搞不好会有吧？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我买了原文出去，我到现在还没看，因为我看不懂日国都看不懂，我买他原文漫画，而且我还真买到了。对不对？但是我买回来看，我后悔了，因为我买回来隔2天之后，它出现中文版，我就很生气，我就没有去买。
那日文版我说买到好吗？我做一个梦那个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最后还是讲一下哈，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乌克兰的问题啊，是比较严重的事情，那我们可能讲不完了，好，真的讲不完了，好吧？这是真心是讲不完，但是乌克兰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首先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布林肯有讲过一句话，乌克兰最终会加入北约，这个事情这句话是有非常奥妙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非常奥妙，奥妙点在哪里呢？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但是那个时候乌克兰是现在这个时候的乌克兰吗？如果那个时候乌克兰是已经沦丧半壁江山，甚至成为一个流亡政府的时候，他加不加入北约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吗？你就只是给他一个名誉席位，但是事实上，当乌克兰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去加入北约的时候，那么你就只是一个流亡政府加入北约，那个基本上那个也只是给他一个最后的安慰剂而已。就像什么呢？就像过去几十年越南同胞要进入美国。你是基本上你在机场你就可以拿绿卡了，你要申请了半天的东西，越南同胞你只要在机场你就可以拿，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啊，不是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拿绿卡了。那绿卡之后你只要能够做满5年，有绿卡你就可以工作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那么优待越南？因为越南已经沦散了，已经变成越南共产党的天下了，是不是？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安慰剂。那么现在没有了哈，现在不要想那么好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乌克兰他说要最终加入北约，那么这个布林肯的问题就很严重了，就是他暗示的是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那是只有乌克兰的流亡政府，还是只有乌克兰的剩下的一小块领地会变成是加入北约？如果它小的跟波兰差不多了，那么其实他加不加入北约也没有差了，你知道吗？因为本来就俄罗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那么我们中间隔了一个领土，那我们就可以彼此保持平安。但是如果当现在已经打到扎波罗热那个地方都快被他吃掉了，那么你现在如果真的让他半壁江山，甚至是基辅以东的东西都被俄罗斯吃掉了，那么他有那么大块土地，那么他剩下的你要不要加入北约，跟他什么太大的关系吗？他打到大家都不打了，那他有可能加入北约。这个问题就很悬在是在哪里？悬在是在乌克兰，你明明打不赢，你为什么要打下去？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乌克兰它里面具有大量的稀土，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本来要讲的，但是呢讲不完，好不好？我们就先这样打住了。好，要打住了哈。那存现金，存银行存现金存哪里比较好？所以战争进行，尤其家里，你有钱你放哪里都对的，好不好？你有钱放哪里都对的。台海战争的统一，它并不是我们并不能把它看作是俄罗斯去占领乌克兰，或是那个以色列去占领巴勒斯坦，它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是内战，各位搞清楚一件事情。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国现在进行的是内战，内战的状况之下，它不会让你内战结束败退的那一方，它所有东西都变成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只要有存钱有现金，那么你存什么都可以，你不用担心场所啊，你不用担心变币值，那个状况是不会的。毕竟我们中华民国是有欠巨额的外债，好吗？这个事情是很明白的事情，那是有巨额的外债，有外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会让其他国家的人借给中华民国钱的人他去吃亏。所以说，各位去理解老师的意思了吗？中华民国的新台币永远不会变币值，它只会慢慢会换成人民币，但是它不会变成币值，好吗？黄金会不会暴涨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关注到金价，好就不能乱讲，好吗？好，最后我们还是一样啊，把那最后的广告讲一讲哈。第一个就是甲辰年的那个补运法会，春季补运法会已经开始报名了。我们1年只办2次啊，你错过就等秋天吧，我不能帮你补办，那是不可以的事情啊。那个可以的事情，时间到就只能做啊，做完就是做完，那你就等秋天。那清明法会这次呢，就是有点难办，但是老师也把它办完了，好不好？下周2开始，老师会进行抖音直播啊，但是那个直播内容啊，这个如果有趣的话，像老师这边上面有那个抖音的 QR code，去的话，请你不要问我们在 YT 讲的话，那个没办法，你不要害我被封号，好不好？你自己都会被封号啊，老师讲话很小心的。再来说，我们师资班更新到第11集了哈，我们包含了格局跟用神这2个8字的核心，我已经先更新完了。老师做课程就是为了讲真话，教你真的功夫。我已经把用神跟格局的判断方法给你了，你要这2个学会，那么你后面你再去学老师跟你讲的格局判断流年，你就可以懂。8字最大的罩门就是在格局跟用神，其他东西就只是判断。你格局跟用神如果有公式给你的时候，你差判断的问题就很好解决，好吗？这很现实的事情。然后下周我们更新我们咨询方式哦，以后让各位可以直接拿文本哦，不用跟老师约时间的哈，因为老师第一个老师时间不一定有空，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也不一定有空，那大家的实在问题大家不一定有空，那么你可以只要文件就可以，好吗？
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3更新我们的5月份流月总论解析，我们下次见，拜拜。